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2025年的骑行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挪威的特罗姆瑟。去年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不得不暂停挪威的骑行，一个人前往了波兰。在波兰休整了1个月的时间，我又回到了中国，处理了一些事情又从国内坐飞机飞到了法国，在法国波尔多汉文哥那里跟他们一家人呢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非常幸福的春节。春节结束之后，我又来到了老地方，挪威的特罗姆瑟。这次休整了这2个月的时间，身体恢复的还不错，也是为了骑行冰岛做一个充足的打算。我的自行车还有我的装备呢，一直都是放在峡湾少林这里的。这次回来呢，也是重整单车、重整装备，计划3月份就开始环岛了。这段时间我是准备在附近骑一骑，毕竟也是休整这么多的时间身体骑行还是要再慢慢适应。还是大雪弥漫，好在的是啥呀？它的白天时间变长了。我走的时候白天时间只有1个小时，现在变成了5个小时。哇，这雪下的太大了！走的时候是大雪，来的时候还是大雪。这2天峡湾少年太忙了，他得带团嘛。这个季节就是看极光呀，周边一些好玩的旅游旺季。昨天晚上把钥匙留给我了，他一早他就走了。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在房间一块吃火锅，也是好久没见了，好好相聚一下。什么？包、车凉包，这装备是多少呀？楼上还有，感觉它这个库房就像牢房一样。铁门铁窗，现在装上，往上搬。检查一下单车的轮胎轮胎是有气儿。车把、刹车，还得再打打油。那单车的话，大问题没有。行。那时候换了自行车的钉胎之后都没咋骑。这钉胎就是为了雪地准备的，试一试。这车虽然说这几个月没骑但是一点毛病没有换挡都非常的流畅，刹车也 OK。像在这种雪地里走，防滑效果特别好，不会是钉胎。骑快点，换大档。哇！齿轮牙盘、轮胎，看上面的小钉钉，全部都是完好的。奥利给！再上个坡。哇，这没有驼包的压着呀，是把太活了，没有重量，像起飞一样。上个桥，
哇，那边的天已经开始慢慢的渐黄了。哇！好冷啊！一进到房间就暖和了。现在所有的行李我全部搬上来了。外面下着白茫茫一大雪，看谁打电话。老是有这个骚扰电话。你好 ，Bonjour， 啊，没西的，不认识。下班少年现在还没回来，像我这些装备啊，我都得收拾收拾。有一些旧的呢要拿出来换上新的，这是从国内也带了一批新的装备过来。等他回来了，我们先吃饭。今天晚上吃火锅。我昨天的时候是去超市买了一点牛肉、羊肉卷，但是我估摸应该不够，还要再继续走11分钟。哎呀，到了差不多就关门了。这边的商店、商场关门都特别早，5、6点就关门，好像还开着呢。哇！快！Hello. Close? No. Oh, okay. Wait me. Okay, thank you. Yeah. 我们买这个羊肉。这么一盒羊肉的价格是223、229。4、5、6。差不多6盒够了。哎 ，this okay, only this 6. This is very nice. 1300。OK。你现在在哪呢？我刚到。我马上，我还有几分钟就到家了。我买了这个7盒还是6盒，差不多够吃了。你有没有那个钥匙？有没有拿？有拿的话，我拿那个仓库钥匙了。你有没有在你身上？有的话顺便把那米扛上来呗。好嘞，我去扛米去。对，因为那个米好吃。行，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会儿下大了，全身都是雪。好，拜拜。好。OK。哇，这雪，这天下起了雪，满天的雪花是那么灿烂。太爽了，真是好久没见这么大的雪了。去仓库把那个米扛上去，又有米又有肉，今天好友相聚。这个米怎么感觉不像是米？哦，是米肉。兄弟，喂，牛逼！来，把这米煮了。这米应该好吃一些啊。对，中国米。来吧。嘿，我操，还好，看来我比我想象中还是有实力。那我们先煮饭了，我先跟你聊。可以啊，我们可以烫火锅嘛。朋友们回来了啊！峡湾少年又见面了，欢迎来我家吃饭。今天我们干火锅，都已经准备好了，给大家看看啊。火锅全是肉，没有菜啊。在挪威能搞到这东西是真的很神奇。神奇啊！我上一次来的时候都没有。没有。哎呀，你看，能在挪威北欧吃上火锅、小龙坎儿、蘸料，开整吧，来夹吧，整，那就是全是肉了啊！今天就没有菜了，不用菜，吃葱，就是这么硬，吃葱，再来喝点小皮皮，就是这么硬。看这花开的也好啊！新的一年，新的气象，干火锅喽！呀，顺顺利利啊！顺顺利利，你也得多吃点。你看你这瘦多少了？都瘦1圈了，没办法呀，疲惫了。好了。
快乐了！新年快乐！这个饭还没过，不算新年。哇，太爽了！这个豆腐呢，它没有我们中国的豆腐有那种豆香味儿，但是也可以了。少年已经干不动了。可以啊，我们还有1、2、3、4、5，还有6盒肉呢，一人就吃了1盒，5盒半，明天再吃吧。那你接着给你试试。这猫你养了多久了？在玩捉迷藏。2、3年了，2、3年了。妹妹跑了。妹妹你要起来啦，我要收拾东西啦，我这一地的东西还没收拾呢，趴在我的床上，这瞪着大眼珠子，这猫特别粘人，改天让你爸给你洗洗去，都臭了你身上啊！像我这种长途重装骑行啊，主要是围绕4个大的方面：衣食住行，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添置。今年的装备总重量我预计控制在150斤左右，现在的这些重量啊得有200多斤了。但是去年的那些装备呢，我准备替换一波，替换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就放在这里了。好多新的装备，新的炉子啊，新的帐篷啊，包括电器啊、支架这些全都新的。我计划在路上慢慢给大家展示讲解吧。一会儿呢，我还要把所有的充电宝充上电，从小件到大件慢慢的装包，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整理一遍。今天晚上得3、4个小时，如果整不完的话，明天再整。那我今年的这样一个骑行具体时间呢，预计在3月初。3月初我就开始登岛，然后开始为期2个月到3个月的环冰岛1大圈，这么着一个骑行计划，也是我骑行欧洲以来最终的一个梦想嘛，就是冰岛最北端。我也挺期待的，咱们大家都拭目以待吧。接下来我就要慢慢开始收拾行囊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支持。新的一年，一起跟随三丰的脚步，追逐山山河河，加油！7年，10万公里，赤道到极圈，沙漠到雪原，这10万公里不仅是轮胎与地面的摩擦，更是我与自己的对话。每一次孤独的骑行，每一次面对未知的恐惧，都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内心的边界。那些在风暴中紧紧抓住帐篷的夜晚，教会了我什么是坚持。那些在冰冷清晨醒来的时刻，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希望。我即将踏上世界的最北端，冰岛，一片火山与冰川撕扯出的土地，大自然最后的狂野之地。炙热与冰冷在这里交织，极光在空中舞动，风霜雨雪也不再是敌人。这段旅程也绝不轻松，天气路况都是未知数，每一次踩下踏板都是对自我的一次超越。远方的路在召唤，我还没有停下的理由。未来的路或许更加艰难，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骑行不仅是我丈量世界的方式，更是我与自己、与自然、与生命对话的方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冰岛，一个遥远而未知的梦想之地。或许你从未骑行过，但你一定也曾面对过孤独与恐惧，也曾为梦想咬牙坚持。这段旅程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每一个心中有远方的人。世界的前辈，不是朱老师就说了，朱老师肯定是朱老师。朱老师跟我说，或者说主持也都能骂我。是吗？让你老朱，老朱，不好意思，来，干杯！
庆祝我们在冰岛相遇。你刚好结束，我刚好开始。对，会带着你的勇气继续美好传承。干杯！干杯！拜拜冰岛！我来了。冰岛的骑行马上就要开始了。这里是雷克雅未克，冰岛的首都。等我骑行冰岛逛完一圈回来的时候，再来这边打个卡，留念一下。吃拥抱吧。好啊。祝老周一路平安，再见。我要继续出发了。注意安全。又是告别冰岛了。啊，再见，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开心啊！哎，聂蕊一路顺风。拜拜。这是下的冰雹加雪呀！一出发给我来一场大冰雹。这个雪是一直下不停啊，现在稍微小一点了。我在这个隧道里面休息了有个10多分钟，我准备去前面那边看看能不能找个小木屋啊那些，或者是找一些树。到晚上如果起大风的话，帐篷不会被吹起来。现在已经离开了市区里面，但是离开市区再往前走的话，就找不到露营的地方。1号公路两边都比较荒。这也是冰岛骑行的第2天，第1天骑行了50公里，从机场到这会儿。骑完之后，这2个膝盖剧痛，包括到现在，左边膝盖休息过来了，右边膝盖还是有真正的刺痛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完冰岛这一圈呢？我就专门找这种小木房子，有就住，省下扎帐篷了；没有的话就露天露营。在这块下去。这个地方可没人住过。手套也有点湿，往这边给它阴干一下。这小木屋不错，可以挡雪挡雨，稍微能挡一点风。右侧呢还是一个烧烤的区域，湖水都已经冻住了，好像没有准备今天晚上的水啊！太棒了！冰岛露营第1天找到了小木屋，今天就在这里了。今天晚上吧，就这个当床，这个桌子呢就可以在下面吃点饭，这样把这个篷布整体的搭起来，自行车放在这一块。睡觉的这个板凳吧，宽度也够，所以今天不扎帐篷，住临时庇护所。有点湿。哇，这个篷布上面全都是烧火的柴味，太浓了。就怕半夜起大风，所以风绳的话多穿2道，中间穿起来，两边蹬起来，上下4个角上面全绑好。冰岛呢也不能看这个天气预报，本来今天、明天、后天3、4天都是晴天，会出太阳的，结果今天就下起了雪。现在刚停一会儿，趁着稍微天明啊，赶紧把这个帐篷弄起来。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完了，把这个灯打开，外面的灯也亮起来了。这个板凳下面这一圈是暖黄色的灯光，2个炒锅，新买的菜刀加菜板，所有的中国调料。用大蒜爆香，加入胡萝卜，
来一点豆瓣酱。放一点盐。哎呦，好。葱花，翻炒出锅，尝一下味道。刚好。哇，香。冻住。我去，这啥呀？这是一层胶呢。一停下来坐起来啊，就失温啊，感觉身体的温度流失的太快了。吃完之后应该能恢复一点温度。吃两口吃着菜，饭又凉了。哇！然后明天早上这些菜可以稍微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冻得我脚发麻。我们去年的充气枕头，今年也还是继续用这个小枕头。充气垫的话已经不用了，2个防潮垫。这样再坚持1个月之后吧，冰岛的夏季就来了，就稍微舒服一些了。现在还算是这个冬季，因为冰岛它没有夏天。它没有秋天，只从冬天直接进入夏天。睡袋，我的护膝拆下来，不带护膝，这2个膝盖完全是受不了的。待会还搭了一个晾衣架，放在上面。到时候就这么睡了。睡着了就不冷了。好了，朋友们，晚安了。哇，太冷了，感觉比挪威冷多了。还是得打帐篷，关灯。安全度过一晚呀！所有的东西都还在。今天太阳也出来了。哎，起床了，起床了！整个天都已经放晴了。今天一早的时候啊，我就听到了好多在这跑步的还是滑冰的，好多人啊，嗡嗡嗡嗡嗡的，然后我就醒了，因为特别冷，我就没起来。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也没有风，也不下雨，也不下雪。今天好天气，收拾东西继续往前出发。昨天把那剩菜吃掉，上面全是霜，并且这地上都已经冻住了。
这马上还都是泥呢。哎，这一堆东西，乱七八糟。手套得再晒一晒。现在来了几个中东的朋友吧，在这边烧烤，准备出发。今天离开市区，去到1号公路附近啊，找个地方去露营，先适应个1周左右吧。冰岛的感觉像在西藏的一种感觉。除了山就是山，好在海拔不高。行走在1号公路上面，我这一路骑行过来啊，在后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块从地下升起的热气，我以为呢是一个地下天然的温泉。结果我走到这边来吧，发现了这个桥洞下面有一个很宽的地下管道，一直沟通到那边的那块呢，就是冰岛最大的地热电站——赫利舍迪地热电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热电站之一。距离雷克雅未克，就是首都那块，是20公里左右。刚刚我下去上了个厕所，这个管道很宽，就是通过钻探地热井啊。然后提取高温地热蒸汽，还有热水，然后他们用来发电呀、供热呀，尤其是雷克雅未克周边的本地居民啊，他们的供暖系统包括清洁的能源、热水，就是用这个的。你像它这样子利用了冰岛的自然的资源嘛，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也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样把自然的资源充分发挥起来。再往前方走个1公里多吧，那边有一个地下的温泉，我准备过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露营的地方呀。晚上用这个温泉水啊泡个脚呀，洗洗脸，煮个鸡蛋什么的。继续出发了。哇，这个小坡给我爬的，到了前方那个就是前方冒热气的那个地方就是温泉。旁边的话是一个餐厅，现在应该是关门了。那边还有一个小房子，我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人。我觉得如果要在这边扎帐篷的话，应该是跟人家说一声。感受一下这个水温啊，看有多热。哎，是温的，不是很烫。像这个房间的供暖系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最大的供暖站。在这走上一走，这边就可以看到泉眼了，但是它下面呢都是泥，火山泥，这个对做面膜皮肤还是比较好的。咕噜咕噜的冒热气儿呢，这水就烫了。想感受一下水温，感受一下这个温度啊！哇，好烫啊！哇，太烫了，这70、80度应该是有了。你看这温泉附近都长满了绿植，我都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了啊！100度，100度，哇，全是火山泥。它要是火山，它要是爆发的大的情况下，在这边可能一不小心就刺到身上、刺到脸上，就会烫伤了。这里咕噜咕噜冒泡呢，那边全是升仙了，腾云驾雾，哇！这边的温度一下就高上来了，全是蒸汽，看不到。哇，呼！这样给它吹开，这边就不让走了，因为下面的这个温泉的水量、热量比较大。这也是算是冰岛的一大特色，温泉。回头咱们再往前走啊，
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游泳的地方，天然的温泉啊。这块的水温太高，100度，没法洗，好像是一个给来往的游客参观的地方，也不允许过去泡。它这里面是锁住的，是没有人的。这个餐厅的话，应该只是季节性开放，像冬天的话，估计是不开了，或者是过了点了，关门了。这个也看不到任何信息。我就在附近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地方。今天晚上我计划在这里睡觉。这边里面是厕所，看一下厕所开不开吧。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厕所应该是开的。啊，哇，这个厕所里面太暖和了。哇，整个厕所里面的温度完全就是另一个地方，太暖和了，超级暖和。我想着去前面那个房子看一看能不能进去。如果房子里面能进去的话，在里面睡觉会稍微暖和一些。这一看就是被车压过的痕迹，顺着这个印子走应该错不了。我怕掉到这个坑里面去。这雪盖上，哎呦，这怎么有点软了？哎呦，还行，但是我估计自行车推不过来。我先过去看看吧。哇，这跟雪深了。我感觉应该是一个牛棚啊，还是羊棚啊？窗户都已经打破了。是的。Hello， 妹妹。啊，这还真是，应该是马匹啊，饲料盆。这冬天应该是没有，我就怕他们回来了。地面算平，有点粪便都冻住了，也算干净。躲风躲雨躲雪，但是吧，我们看不到主人家，我怕他们报警，警察又来了，所以我才在那个门口坐一会儿，等上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天快黑，实在没人了呢，我不行就在那个主房子附近呢，给他搭一个，但凡看到人了，我跟他说一声。晚上那边有灯，离厕所也近。这块吧，自行车呢都是雪地，推呢根本就推不过来。要大晚上的，如果像在里面，你再开个灯吧，感觉像做贼一样。顺着这个脚印再走回去啊，其他地方就不要走了，不一定哪边有个深坑、暗坑，掉进去就不好啦。那边还有个玻璃房，我这好奇心得过去看一眼。哇，这里面是有床，有厕所，能洗澡，还有桌子，还有一个厨房。门口上我看是有2维码的，应该是可以扫码进入。哼，有点意思啊。它这里有摄像头，可以看到我。Hello。等了几个小时，发现除了游客过来参观喷泉，其他的也没有啥人来。但是这房子的灯呢是亮着的，我就不等了，准备先把帐篷扎起来。
吃一个这个辛拉面啊，之前在亚洲超市买的，这最后的一点包菜了，给它放进去，然后再打上2个鸡蛋。把这个水壶全部打满。冰岛的一大特色，自来水啊，这是全部打满2瓶。那个摄像头打个招呼啊，再见，再见，好的给。从这个马路出去吧，它是往这边行走的，但是我往那边行走呢，它中间还有个护栏，还过不去，只能跑到下面这个小道上，翻那个山头，从前方路口拐过去了，绕一圈吧。哦呦，哦呦，我太难走了，这个雪地。走捷径始终要付出代价的，真牛！哇，天哪，真是累死了！直接把它找到路边去！啊！我去！加油！啊！好了，快！走！今天原计划是要前往30公里处的塞尔福斯，下方呢有一个小镇叫做惠拉盖尔季，这个镇子里面的地热资源啊非常的丰富。从镇子里面徒步1个小时进入山谷里面，会有一个天然的温泉是免费的，所以我临时改变计划，今天晚上要泡温泉。朋友们，先到镇子里面找一个露营地，从露营地把帐篷扎好，然后徒步1个小时进山。好多的一些房车拖挂，这个就是这个营地了。我先问一问啊，在这个营地当中住1晚的价格是多少？就扎一顶帐篷，也不洗澡，也不充电。Hello。Hello， 没有人啊。
因为是冬天吧，除了房车也没有人去扎帐篷露营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人会很多，他这边会有值班的。冬天呢，他们除了房车提前预定了，所以电话也没人接。在他这个厨房等了有半个小时了，周边我也逛了一圈，发现还是没有人，不知道老板跑哪里去了，所以我只能离开了。去前面600-700米啊，有一个酒店，来冰岛住宿住酒店，看看一晚的价格得多少钱。主要是单车行李得有个地方放，不然徒步1个小时进山，再回来2个小时，还得泡上1个小时吧，那3-4个小时时间。行李放在其他地方也不安全的。走吧，今天咱们住宿去了。冬天的营地几乎都是不开的。走。11啊，就是这个了，27。不会吧？ Hello, hello. I would like to stay for one night. You have room? Yes, I Yeah. have room for Yeah. tonight. Okay. Do you want to? Yeah, I want. Check in. Are you going to Booking or Expedia or direct? Only booking. Look at Booking because I think that's easiest. Okay. If you have any difficulties, then call me back.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e very welcome. Bye bye. Okay, thank you. Bye bye. 一共是花了129.60欧元，有个优惠，一共是130欧元，人民币的话是1022。然后老板刚刚给我发了这个入住的信息，我住在7号房间，密码是50502707 ，WiFi， 然后没有早餐。哦，推开门，哇，这就是1000块钱的一个房间，一张床，一个卫生间，人民币的价格是1022，130欧元，折合他们当地钱的话，差不多是18000到19000吧。这附近呢也没有停车场，然后刚好这个窗户吧可以打开。 我就计划呢，把自行车从这个胡同过里面推过来，放在这个窗边，这样晚上的话睡觉我可以看到单车，也放心一点。哎，它那个灯上面还有个监控器，刚好把自行车放在这，锁在这也安全一些。 好多人都已经泡完往回走了，这才去。哇，这个水是热的，这个水是热的。它这里有这个图片，有这种小木桥，板凳也有，这边也有一个100摄氏度，感觉从这个上面盖一个房子就可以在里面蒸桑拿了。 距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了。那块就是我们放单车的咖啡厅，那边一路上来到这里，算是爬了2/3，还有一大半呢。呜！呜！到了，温泉水，哇，
就是这么泡的。男男女女一起泡啊。我也刚刚别皮。这得把酒店的毛巾拿出来了，他们都泡完了，现在轮到我。C'est vraiment. Oh, t'as pas. On a bien fait de faire les derniers jours, ça, on peut le dire. Oui. 哇，太冷了，真太冷了，还是这里面暖和呀。好像。这个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看着这个冰川雪山，早知道就带点吃的来也好。瞬间来到了一片原始的地带，雪山、河流，徒步了好多山，感受大自然的怀抱。值了。听一下水流的声音。好爽！要不要来泡温泉？没有人。最后的2个人也已经离开了，剩下我自己了。在那边泡了，这边泡，也差不多了。我也准备上去了。哇，好冷啊！我天哪，咋整啊？哇！我天哪！
冻死了！赶紧的哟！嘎嘎嘎，再见了！今天的冰岛骑行温泉之旅到此结束。我现在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回去做饭，煮一包酸辣粉吧，已经坨了好久了，把它吃掉，馋了，解馋。看这个标志啊，可以搭帐篷。然后这边有2个自行车的标志，就很奇怪，有可能是速降骑行，应该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桥上还贴满了好多的标志，应该是每一个俱乐部，包括学校。这个应该是个跳舞的，贴满了桥上，证明曾经来过。前面的这2拨人啊，都比我早走20多分钟，我竟然跟他们一起下来了。这个就是咖啡厅，看看我们单车还在不在。月亮高高挂起，天黑了，已经回来了。酒店特别安静。做饭呢，准备了是在这里做饭。看，这螺蛳粉在煮呢。等会儿煮完螺蛳粉，再煎个肠，煎几个小饼。今天晚上的晚餐，螺蛳粉，4根火腿肠，4个土豆饼，还有一点萝卜榨菜。哇，准备开吃了，饿1天了。就是这个味儿。哇，这一天吃什么都香。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陶三丰，正在骑行欧洲冰岛。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冰岛的南部小镇惠拉盖尔季。这个小镇呢，也是一个著名的温泉小镇。昨天跑到山谷里面泡了一个户外的野温泉。现在所有的行李啊，我都已经收拾好了。接下来就要沿着冰岛的1号公路继续开始我的骑行。这个小镇的周围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蒸汽啊，从地底下冒出来，也是得益于这个地热资源。你看，包括这个大棚啊，镇子里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温室农业，用来种植水果、蔬菜、花卉，就是利用这个地热进行加热，让这样冰岛吧，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气候当中进行一个农业的生产。哇 ，Hello，
全是大棚，包括冰岛南部的很多周边著名景点啊。这个小镇也可以当成一个很好的起点，比如斯科加瀑布啊、维克的黑沙滩呀，一路向北，后期的这些比较著名的景观呀，我们都会过去打卡参观的。穿越冰山、火山、瀑布、峡谷，感受冰岛大自然的神奇，也领略人文的魅力。出发，出发！呜呼！一路的小平路，直接就干到了下一个城镇塞尔福斯，骑行了13公里左右。这是一家五金店，比较大型的那种零件啊、配件一些。芝麻开门，画画用的颜料，这边全是，但是这些呢是水彩。后期我也想在路上画画，但是要买一些国画颜料。买一个小刷子吧，这可以刷衣服，有脏的地方用点洗洁精啊，就刷一刷就行了，可以保护好我们的冲锋衣，这样后期的冰雹呀、大雨啊，给它清洗干净。这一个小刷子是595冰岛的克朗，还行，算是稍微便宜一些的了。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单车区域了，各种的链条、清洁剂。Wait. OK，it's OK。看他们这边一个锅都卖到6、7千，一个碗就卖到2000，太贵了。I think we have the small one. Small is okay, big is okay. Ha. Okay. Yeah. 这个工作人员帮我找到了，买3罐吧。OK， 3罐、7罐加一个刷子，一共是花费了6200多的冰岛克朗，折合人民币的话是300来块钱。那平均1罐7罐在100块钱左右，相比于其他的北欧几个国家，7罐的价格都差不多。刚刚离开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出来了，跟我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他说，如果在冰岛这块需要什么联系的、提供帮助的，可以联系他。感觉还挺让我感动的，挺温馨的。这边有一个观景点啊，离开主路过来看一眼。太壮观了！冰岛水量最大的瀑布之一——乌达尔瀑布。这个瀑布吧，它是由泉水河还有冰川河的混合流。冰川时代末期以来啊，也是地球上单次喷发最大的熔岩流之一，非常壮观。有2个观景点。并且呢，这个瀑布往下流，包括上流，附近的一些村民在早期的时候会在里面撒网捕鱼，尤其是一些白斑的桂鱼，还有一些三文鱼都会在里面繁衍生息。现在可能是越来越少了。早期的时候，海豹也会在上面捕食，所以说也算是一个粮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前面几公里就流入到大海里面了。
这个景观的话，它是在1号公路的旁边，估计有一些冰岛人啊还不知道呢。我也是误打误撞，刚好想停在路边休息一下，看到了这边有一个大桥，景观还不错，过来看了一眼，发现有很多的私家车往这边开，顺着他们的痕迹我就过来了。哇，河水像翡翠一样，翠绿翠绿的，感觉像有鱼。这边河流更急了，哇，它的河水好漂亮啊！这边也不错，不错的钓点。突然之间就想钓鱼了。哇，看这个冰层。哦，我跑到了那个瀑布的上游这边过来。我决定今天晚上就在这附近找个地方扎帐篷了。钓哪里去？哦，找到了。哎呦我天！今天咱们就在这里了，在这边做午饭。我已经把排骨都已经切好了，葱姜蒜也切好了，先焯水。我准备焯2遍水。虽然说咱们在户外，尽量吃得干净一些。葱、姜全部放里面，起锅。大蒜、小米辣、葱也放进去，香叶、桂皮、八角，再来一点灵魂豆瓣酱，生抽来一点。这个生抽上色比较费劲，好像买到冒牌货了。老抽。好，再加入山泉水。那烧开锅之后啊，咱们再转中小火炖它个7七49分钟。绑一个8字环，用一个小型的 VIB 吧，非常的顺滑。这次的甲鱼饵呢是用的一个 VIB， 就是铁片鱼啊，差不多是15克还是30克，我忘记了。小的 VIB， 这个 VIB 呢是在水中通过震动来诱惑鱼，还是以大鱼吃小鱼的原则，用甲鱼去钓真鱼。刚好还在炖着排骨啊，准备下去试一下。好了。从这里下去啊，我感觉这边好像还有人钓鱼的。这根绳子可以顺下去，上去的时候呢再爬上去。先抛一竿过水，像这种钓法吧，它就可以一直让它放线，然后抖一下。我觉得前方那个地方不错，那平台稍微宽一些，去那里吧。找到一个好的钓点，抛一竿，抖动的感觉太强烈了。米诺也可以，米诺可以都尝试一下这几个。这个水流太急了，再换一个42克的大的 VIB 大鱼，它在水里的泳姿是咋样的？看一下，比较疯狂的啊！打到对面，哇！
它随着这个河流飘落，飘，停，飘，停，飘，停。这河流的水太急了，前导线都断了，应该是挂到石头或者是树桩了。可惜了我的大的 VIB 啊！先上去看看锅那些。这边的河流真是太急了，看这里好多的鱼线，不知道多少人在这里钓过了。哎呀，嘿，走，上面锅我觉得应该快好了，排骨先吃2口。哎，呼，看一下锅，哎。行了，大火收汁。感觉这个饼蘸这个汤汁格外香，这个排骨完全是入味了，太香了。这个地基稍微铺的平一平，然后今天晚上呢，就把帐篷扎在这个地方。现在趁着落日夕阳，把帐篷扎起来。天黑之后啊，这个温度立马就降下来了。我现在在帐篷里面说话都有很厚的哈气。腾云驾雾一般，太冷了。我准备拿睡袋赶紧裹上，暖和暖和。天亮了，昨天晚上太冷了，我说进睡袋休息一会儿。结果一觉睡到现在，下了一点小雨，起了大雾，自行车都在啊！哇，好冷啊！今天天气不好，雾蒙蒙的一天。哇！今天继续沿着1号公路往北，感觉是逆风，往这个方向走。这几天都没有钓到鱼啊，心情比较失落。又发现了桥洞，不知道有没有鱼。
天是一路的逆风，终于来到了这个小镇啊。旁边呢有一家冰岛的纪念品，还有一些小饰品的超市，我准备进去逛一逛。哇哦！还有他们本地的手工毛衣，但是摸起来我都比较薄啊。一个价格的话是48400，1万呢差不多是500左右人民币，2、3千，不便宜啊。北极熊、海鹦鹉、小矮马，全部都是纪念品啊。小袜子，一双袜子5、60，并且我感觉这个质量都没有我穿的那个质量好呀。这种帽子是真的暖和，但是它是毛的，应该是不防水的，像光头强一样。戴上这个帽子去法术。哇，这里面的东西吧，货真价实，但是以当地的物价来说，稍微有一点小贵。再往前走的话，就离开城镇了。离开城镇到下一个城镇的话，将近30-40公里。在路上晚上是有大风。没有人在。这块有一个大巴车，我不知道上面有没有人。Hello。Welcome to Ska Camping. You stay. 这有个翻译邮件。冰岛冬天的露营地应该是不开门的，但是它门口有这个入住流程，包括付款的二维码。我扫了这个二维码，操作了一下，花了2000的冰岛克朗，我一个人一辆自行车，人民币的话是100多。这么大的露营地，就我一个人住了。好在它的厕所呢是开的，洗澡的话是400冰岛克朗1分钟。不洗澡了，也不充电，就只扎个帐篷就行了。我选择了一块比较空旷、有草原、雪山，把帐篷扎了起来。云层低的仿佛伸手就能拽下一片来，心里多少带着点浪漫的幻想。晚上躺在帐篷里，随手一查，浪漫碎了。附近有一家青年旅社，6人的床位房只需要200块人民币。温暖、干净，有热水，能洗澡，能充电，有温泉，有桑拿，只需要再加100块就能睡床了。心里的那股犟劲一下子就上来了。早知道，早一点查一查，我就不用在这里顶着大风露营了。越想心里越不爽呀。可人就是这样，越是后悔，越是不甘心。我就躺在帐篷里，打开了预订软件，毫不犹豫地消费了200块。这200块买一夜温暖，也买一场与自己的和解。毕竟冰岛的星空再美，也不如一张温暖的床。这个就是大风天收帐篷的不好之处，万一这边是悬崖，是湖里面，直接就吹跑了。所以收的时候一定要抓着点。这回翻车了，哎呦，哇，这风的阻力太大了，哎，再压下去，再压下去 ，OK。把这个水都倒掉吧，回头咱们去到青旅的时候，再从里面打水。出发了，差不多是1.1公里，4点之后才可以入住啊。收拾帐篷收拾了1个半小时，到了
哇，这看起来还不错呀，高档的一个酒店加餐厅这些。啊，进去看一看，开门吧。Hello. Hello. I Hello. booked the room on Yes. Booking. Under what name? Okay, I give my ID. Wait. Tell me your name and I Tao Sri. TAO SRRUR. So would you like to have breakfast with us in the morning? Time? Breakfast? Breakfast is from 8 o'clock until 10 o'clock and it costs 2,500. 2000. Yeah, I need. You would like to have breakfast, okay? 现在我要订一个早餐，他们人特别热情。Hello, say hello. 欢迎来到 Yes, 欢迎来到 exactly. 冰岛的这家酒店啊。 Okay, so there is a payment. Do you want a receipt? Yes, I want. Okay. Thank you. I need you to sign this for me, please. Okay. Okay, perfect. Okay, so I will show you around. I follow so you. here we want to make you feel like you have come home. Put your feet up, chill Okay. out, have a drink. We close the main doors around about 10:30. Over here, 开始给我介绍 there is a side door that has a keypad on the outside. You just hold this like this and it opens. And that's where you Yeah. can store your Look, bicycle I see. over there. I see. Okay? So the Wi-Fi is open, the bar is open till 10 o'clock, the restaurant until 9 o'clock, and we serve breakfast over there between 8 o'clock and 10 8 o'clock. Okay. And you've already paid for it. So through over here we have guest toilets. See through? And then to the right, the guest kitchen. There is microwave, a kettle, and a toaster. Okay? Thank you. Yeah, yeah. So I will show you upstairs. So here are boot dryers if you have wet 好 shoes. 东西。 We have a drying cabinet and a washing machine and tumble dryer, and we sell tokens and laundry detergent down below. Okay, so through over See here, shower. there are showers for you to use, and one Toilet. toilet here, and extra toilets on the left-hand side in the hallway. Yeah. This is the hot tub and sauna. Sauna. In Iceland, you always must shower first, so have a shower, and then you can go in. And we close it around about 10:30. Thank Okay? you. Oh, thank you. I will show you to your room. Yeah. You are over here, 210. and you are bed number 1. Thank you. And underneath here is a duvet and a pillow and a towel. There's a light inside and a place to charge your telephone. This room, how many people? At the moment, only 2. You and one other person, 2 but people. maybe later there will be more people. Okay. Thank you. You're Thank you. welcome. OK。就是这样一间房间，刚刚大姐告诉我是只有2个人住，住在下铺1号房间。床位房旁边的厕所、洗衣、桑拿房，包括楼下的餐厅，整个还不错。太热了，刚刚把行李搬上来，6个鸡蛋，磕坏了2个，现在还有4个是完整的，这个明天留着吃。所有的行李全部放在这一块，整个电器全部放在这里，然后整个储物柜全部给它放满了。我准备休息一会儿。我是全部都脱掉了啊，4点到10点，桑拿还有温泉都是。哇，好冷啊，朋友们！它的温度是30度到42度，就这么一个小池子，蓝天之下，哇，太冷了，进去就暖和了。哇，好爽啊！哇，好烫！哇，这个泡着跟上一次那个野外的那个泡起来感觉。这个温度要烫好多，
今天这个200块花的太值了，朋友们，又能泡桑拿，又能蒸桑拿，又能泡澡，下面还有厨房，晚上还有酒吧，爽，这个太爽了。再晚一点啊，我看到它周边应该是有小彩灯的，彩灯打起来，然后头顶上再出个极光，极光之下泡着温泉，哇！这个小风一吹太冷了，还有桑拿房也是开着的，进来感受一下吧，冰火交织。一下美食，洗完一个小澡，准备吃点东西。冰岛的酸奶啊，冰岛的这个旗帜的 logo， 有冰岛的啤酒，冰岛本地啤酒，芒果干儿，来一道小零食，再来上几个小香蕉。还是榴莲味的。这个叫不是榴莲，荔枝嘛。这个草莓味太浓了，庆祝一下，明天休息。刚好这2天吧，逆风天，雨天也来了，一切都是天意。自助早餐，三明治、黄瓜还有肉片。这个食物真的是吃不惯，偶尔吃一次还是可以。各种坚果，还有燕麦，牛奶加上一个鸡蛋，这就是今天早上的早饭。昨天好像是付了2500个冰岛克朗。都有点生锈了，所有的行李也从楼下全部搬下来了。接下来要继续沿着1号公路往前出发了，开始环岛骑行。在1号公路的旁边来看一个冰岛南部比较经典的瀑布——塞里亚兰瀑布。这个瀑布的落差呢是60米左右。比较有特色的是因为有一条小路可以穿到这个瀑布的后方，
不管是摄影师还好，还是拍照，都是比较有特色、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像这种瀑布啊，在冰岛是很难见的，包括在世界上也都比较罕见的。这才是北有洞天呐！呼呼！哇！现在这个鞋咱们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哇，好奇幻啊！梦幻天啊！他们就进不来了。还藏着一个这么急的瀑布，我感觉从前面那个小路啊，自行车能骑过来，然后这边呢可以把单车推上来，可以在这里露营。但是我估计应该是人家的这个领地农场。这些水都是山川瀑布水，冰冷刺骨。晚上我们的水源也有了，走到头就是这个样子了。几个小的瀑布，在这个山崖上面，还有很多一些海鸥的洞穴，它们趴在里面睡觉。这个景观如果飞个无人机啊，将会更加震撼。其实，在冰岛呢，有很多的地方都是禁止飞无人机的，尤其是景点。咔。不可以飞哦！刚刚也看到了有几辆警车，如果被抓到了，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能来到这里拍个照片、拍个视频，留下自己的足迹，也不留遗憾了。虽然说没有把它拍得特别的壮美。如果大家来冰岛旅游，可以亲自来感受一下这个瀑布。上个厕所，自行车还在啊。刚刚我一直在寻找露营的地方，因为下面嘛都是平原啊，风特别大，
远方的乌云呢又往这飘，半夜一定会下雨的。然后我就爬到这个山上来，这边有个山洞，这个山洞呢有点潮，有人在这边点过火，整体是还不错的。下方还有一个山洞，那个山洞一看是有人住过的。我的自行车在下面，就那个小点点就是。头顶上就是海鸥的家，今天要借宿海鸥的家了。从这边下去还有一个山洞，为了躲风又躲雨的庇护所，我也是拼了。这个山洞就比较好了，看，可以铺一个防潮垫，在这里感受一下，就是有点潮，就这样一个山洞，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现在在研究是住哪个山洞，然后把所有的东西睡觉的拿上来，自行车就直接放在下面。今天要占海鸥的领地了，他们感觉还有点不太乐意，一直在发出愤怒的叫声，一直在问我你是谁？你是干嘛的？为什么要来这里？那借宿一宿，海鸥大哥们。这是那个大洞，旁边这个是小洞。挺干净的，估计再有个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这雨就下起来了。刚说完，现在这个雨已经下起来了，小雨点。吃的、喝的、住的。爬山了，现在这个雨已经下起来了，乌云还没有完全过来，要是全部过来了，今天是大暴雨的。所以如果是在下边露营的话也可以，早上起来收帐篷吧，就是全是湿的。之字形的形式上山，这样的话会节省一部分体力。如果直的上去的话，真的太累了。争取在暴雨来临之前，把我们的庇护所搭建好。这天晚上真的是体现出了生命的顽强。哇啊啊！明天早上起来的景色一定超级棒，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走，住到海鸥的家中。呀，走的时候给他们做点饭，也算不白借宿啊。头顶上盘旋了好多的海鸥啊。OK， 这个山洞从外面看很隐秘，几乎是看不到的。现在衣服上面已经全都是雨水了。在暴雨来临之前，登上了这个山洞，看全是海鸥，嘿嘿，太棒了！悬崖峭壁。如果躲在里面有泥石流的情况下，也打不到我们的。准备把地基铺平一下，这雨刚好下起来，刚好来到这个小洞里面。哎呀，还有时候很多的一些石子啊，铺地基，太湿了。有点滴水啊，这两天。这样铺2层防潮垫，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把这一层给它盖过去。如果有水滴下来呢，刚好滴在这个防坡上，这个是防雨，我们先把它盖过去。晚上睡觉的时候再给它。这样就 OK 了。哎呀！
那个山洞里面，挡风又挡雨，吃一点零食，不安心，把水电弄好，休息了。把鞋子脱掉，上面全是泥，贴的这个墙边是没有水的。可以搭一个这种临时的三角，搭在这个位置。可以。然后这边再压一个石头。就怕它掉下来，打到我。哎，这样是可以的。这样的话，这个水流就可以往下走了。然后这边再封一个石头，这样是挡风的，可以在这边钻进去，这样就可以睡觉了。哦，怕我晚上睡觉给我砸到头。对了，这个石头还是太小，要找一个大的，刚好卡住这一块，就很完美了。我去找个石头重新布置一下吧。这样一个简易的庇护所就搭建好了，上面捡了2块超级大的石头，给它放到里头，直接躺进去了。等会儿我把手机支架拿进来，可以支在这个地方，或者支在这个地方，这样是完美的。好了，朋友们，今天晚上晚安，希望我能度过今晚啊。安全度过一晚。哇，这山洞是有点潮湿的。外面全都是湿的，我的睡袋都已经潮了。一出门就是美景啊！今天也是阴天，风也不小。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起了很多阵大风，一直吹的这个篷布啊，呼呼呼呼呼呼的，但是睡得还行。狭小的空间当中，把裤子全部穿好。豆腐、大葱，昨天中午剩的一些菜，吃完早餐就往回走，从这边下去，跑到那个小黑房子那里，然后左拐去码头，码头再坐船登岛，去到一个小岛上面，计划在小岛上面钓鱼3天到5天的时间。那个包太重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垃圾，全部打包完了。哇，这个雨啊，斜着下的，一层一层的。
太好玩了，滑滑梯。我看看，飞起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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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屁股要着火了。所有的行李全部装好了。昨天我就是在这个瀑布的旁边，这里我找到这个龙洞的。我不知道那个黑房子啊，那个商店还开不开门？它是一家餐厅，可以在这边稍微歇一会儿，买个汽水。哦，买一点饮料喝，在这边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出发。全部是小零食，旁边可以吃饭的，但是我早上已经把那些剩菜全部吃没了。它这个还是自助扫码，确定688，2瓶水啊。Hi, I'm sitting here. No? Oh, okay, thank you. 左手边啊，望过去全是黑的，这还没到维克黑沙滩呢。右手边呢，全都是绿的了。短短2天时间，万物发芽呀！一首音乐，谁能懂啊？这感觉，这意境。昨天到的这个地方，实在是没找到露营的地方，并且我的睡袋那些都是湿的、潮的，订了一个小木屋。好爽，这个大海！哇，这些地方真的是太美了，看海鸥，冲，飞起来，海鸥，飞飞飞！
嘿嘿，哇哦！风浪越大，鱼越贵啊！继续往前走吧，寻找一个合适的钓点，开始我们的海钓。高尔夫球场呀！这座山有点像大象一样，放近距离，它的头、眼睛、嘴巴、鼻子在吸海水，像一头大象。但是整个山上又有点像骆驼，这太神奇了。从这边拐下去啊，那边是一个小的教堂，沿着边上走，估计应该会有一些平地，那边景观也不错。但是我不知道靠近码头这边有没有鱼。它那边啊有个船一直在来回巡逻，里面是养鱼的。我这在人家养鱼池的附近钓鱼就不太好。在这附近钓鱼惹事儿，还是去到另一侧的无人岛吧，再往那边继续走。这块的海水刚好冰蓝透彻，海鸥。再往前一点就是深海，在这边展开钓鱼几小时。这块大的岩石呢，刚好可以挡风，然后把自行车就放在这一块。这边还有一个小路，还可以过去啊。再往里走一走，看一下啊！哦，这景色太美了，哇，心旷神怡。呜呼！啊！呜呼！哦！哦！哎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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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拉力怎么不太对劲儿啊？掉到天上飞的了。一条鱼都钓不着呀！继续换地方。已经是待了4天了，这2天连续的降雨啊，帐篷全是湿的。昨天又是大风，把一侧的风绳全部搭上了，雾蒙蒙的一天。但是我今天准备离开这个小岛了，自行车也还在。哇，好冷啊！现在还在下。所有的东西全部已经收拾好了，垃圾也装好了。我准备去到那个路口旁边，那边有个垃圾桶，扔掉之后，我们去码头坐船。今天就要离开这个岛了，因为后面全都是雨天，
有点塞不进去了。一个人一辆自行车，船票是2800的冰岛克朗。12点的船，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船就过来了。来的时候就是坐在这里，当时我来的时候，那个船颠簸太颠了，感觉都想吐，所以我就一下把头埋到沙发上，呼呼一顿睡，睡醒了一看，哎，到了，离开了这个小岛。看啊，就一辆车，我都估计这一趟过来，这辆船的油钱都出不来啊！就我一个人加一辆货车。拜拜。去的人多，去的人多，回来的人少。原路返回了，先往前面走，去到那家餐厅吃个午饭。再见。这个小岛真是景色不错是不错，但是我此行的目的啊，完全就是太失望了啊！大雁南飞，冰雪消融，季节在更替，前方就是小木屋了。去餐厅吃一个本地的特色菜，饿死我了。等会儿吃完了，继续沿着1号公路往北走。这个一份这个是有鸡柳，然后烤肉，还有一个3明治的薯条。这个感觉就是国内的鸡柳饼、炸鸡排那种，然后这个是培根，加上一点生菜，加上一点沙拉。这么一份的价格呢是3700，将近200块钱的人民币。还有一个3明治，然后薯条，哇，这个味道有点像那种烧烤的味道，烧烤酱。为啥不在这种餐厅吃吧？第一个它贵，再一个吃不饱，自己去超市买也就花个几十块钱。这座餐厅的周围啊，全都是荒的，就感觉在世界末日当中唯一一家庇护所似的。里面有空调，很温暖啊，但是还是要继续前行的。呼，这里还有一个瀑布啊，叫细流，不是很大水量。来打一点山泉水吧。OK， 哇，这个水好清澈呀！我先来一口。哇，好凉啊！啊，这种水是可以喝的啊。喝起来的口感跟一般的矿泉水没有什么差别。把这2瓶都打满。在这荒郊野外，那几个农场是养马的，都已经破旧了，也没有人。这是一个4米乘4米的正方形的篷布，夏天的时候可以搭这个临时的一个庇护所是没问题的。冬天的话还是太冷，扛不住。用这个篷布给搭了一个简单的躲雨的小棚子。待会儿吧。
帽子是真难受。连续的降雨，连续的大风，一个星期吧都是雨天、雪天、大风天，没有好天气了。这个天气骑行露营啊，着实有点难受。想着去住宿吧。看远方的天气一直都是黑压压、雾蒙蒙，全都是乌云。行了，差不多。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正在骑行欧洲冰岛。今天是2025年的4月1号，新的一个月。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冰岛南部一个小村庄斯科加尔，这边坐落着一个非常经典的瀑布。斯科加瀑布啊，落差在60到70米左右，宽度在30米左右，也是《权力的游戏》取景之地。这也是除了冰岛黄金圈之外，南部必访的一个景点。非常的壮观雄伟，也吸引着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个瀑布附近啊，待了有4、5天的时间了。这些天经历了冰雹、暴风、暴雪、大雨，天气变化之快的难以想象。继续回到1号公路啊，沿着这条主路行驶。昨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吧，有一位私家车小汽车啊，司机加上2位游客，在斯科加瀑布到塞里亚兰大瀑布的路上中间地段，被山上的落石，由于当时的天气比较恶劣嘛，被落石直接把车砸到了旁边的这种草地上。车的前半身似乎是砸扁的，司机应该是当场就死亡了。后排的2位游客呢，通过当地的警方还有医疗啊，及时的救助，应该是问题不大。当时也是堵满了好多排车。通过这件事情嘛，我也联想到了我骑行在路上的一些事情。如果是晚上我在一些山脚下露营的情况下遇到落石，应该怎么办？所以也是给我敲一个警钟。后面露营啊、骑行啊，还是要多加小心。它这个门口这边啊是有这个翻译的，可以乘坐这个大巴车过去的话几分钟。如果是要徒步往返啊，7公里，然后3到4个小时，坐这个大巴车过去要多久啊？Hello, one person. 3000。OK。刷卡这么贵？出发。3200的冰岛克朗。走了。哇，这个路太颠簸了。
车就是快啊，10来分钟就到了，完全来到了另一片星球一样，冰岛版的星际穿越。哇，锈迹斑斑啊，也褪去了它原本的颜色。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因为机械故障降落在这里的，而是因为当时的飞行员呢，他误判了这个飞机的油量，从冰岛的一个城市飞往凯夫拉维克的，当时在漆黑的夜晚当中坠落在这片黑沙滩上面。好在的是，所有的飞机人员包括驾驶员都是生存下来了。这也慢慢的呢，在冰岛成为了一个打卡参观的地方了，跟大自然融为了一体。哇哦！贴满了各种的商标啊。飞机上的很多的临界，据说是被冰岛的一些本地人都拿走了。后来呢，他们政府就呼吁，包括一些本地人，就说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拿。我记得有好多的一些导演啊，包括 MV 啊，包括一些乐队啊，在这边也拍过一些 MV。放了照片在这里了。一拨人来，一拨人走，真的仿佛置身来到了一片孤独星球。茫茫黑沙滩中间，一架飞机的残骸。从1973年的那个夜晚，由于飞机的燃油耗尽，坠落在此。50年之后呢，冰岛的南部成了最孤独的坐标，人类失误的印记。
也被大自然雕琢成永恒的艺术品。好多的一些年轻人啊，过来求婚，飞机跟前拍婚纱照，所以这辆飞机也是见证了好多的一些情侣实现了孤独感末日般的告白宣言。3点19啊，就算它是20啊。这个标志我给大家讲一下，它这边呢，中文汉字说的是往返至少需要3到4个小时。我从飞机残骸那块走过来吧，应该是3点多公里，来回一共应该是6到7公里，半个小时我就回来了，所以来回1个小时就够了。这边呢，停车的各种费用。摩托车停一下是300，半个小时啊，最高是6400，这是私家车停车的这样一个费用。大多数人嘛，看到这个时间都会选择坐这个摆渡车。摆渡车呢，去的时候的车票是1500到2000，全程往返啊，一共是3200。如果说大家要能走路半小时的，可以走路就行了。还是挺会做生意的。前方500米，这应该是沙地的摩托车啊。我说刚刚我们在飞机那块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穿黄衣服开摩托车的。这应该是一座火山。像在冰岛吧，火山喷发完之后啊，熔岩流过的地方冷却完了之后，会形成一种荒芜的地表。然后经过10年或者是上百年的这样一个自然的演化，会长出很多的一些苔藓。这种呢，在冰岛啊，也是一种独特的地貌，叫做熔岩苔藓地。在冰岛早期的时候吧，他们本地人啊，会用这种苔藓加上面粉，制作一些应急食物，包括饥荒时期，这些也都是马呀、牛啊的饲料。你像苔藓的生长吧，它特别缓慢。每1年呢是长1到2毫米，你要是踩过或者是被车轮压过，就会破坏当地的生产环境。在冰岛吧，尤其是离开道路，去到一些草地、苔藓地，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不然啊，就会面临巨额的罚款。还有楼梯。
这里面是封住了，全部封住了。本来以为这个房子是可以进去的，是一个养马场，里面都是被木头封起来了。我现在要去寻找水源，所有的水都已经喝没了。路边桥洞下山泉水，过去把杯子打满。哇！这水流有点急哦，可以看到底部的很浅，1米多深。这边还有一个板凳可以休息。这是冰岛的一种酒，15度，一种奶的味道，加上一点酒精，已经很多天了，一瓶喝剩了最后一点点。反正现在也不骑车了，选一个地方把帐篷扎起来，说下就下起来了，毛毛细雨。好冷啊！远方的天已经阴过来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在草地上露营吧。这边有3块大石头，刚好挡着这个路边，睡觉的话有安全感一些。赶紧把帐篷扎起来。有点凹凸不平。看一下这个山泉水，特别的干净，这个稍微烧一下就可以喝了。明天出发的时候呢，再来到这个河边打一杯带走。哎，哇，这个水是冰冷刺骨啊，直接扎崩牙。今天晚上我准备煎一个鸡排，煮点大米饭，吃点辣条，再吃点饼。这次买的这种米呢，都是一袋一袋的，一小袋一小袋，倒到锅里面。哇，这个粥口感滑滑的，用冰岛做出来的粥真是不一样。冰岛这边的水呢，它主要是来源于冰川的消融水，再一个就是地下的泉水，还有就是火山的过滤水嘛。你这些水质吧，它的含的那些矿物质较低，
就是典型的软水。相对于欧洲的其他几个国家来说吧，它那边水质都偏硬，这边水你不管是做饭还是洗澡、洗脸啊、洗澡啊，身上都是滑滑的，所以这边水质挺好的。很多朋友们都说冰岛的水是臭的，应该是它地热散发出来那些味道，可能有点硫磺的味道。这边的水啊，你在河里面打出来就可以直接喝的，水质是非常软的，对掉头发是有好处的。我就准备把这个鸡排再给它煎一煎，就可以吃饭了。大米粥，煎鸡排，还有2包海带丝。海带结，蘸上这个料汁，哇，还是自己买了自己做划算一些。上一次在那个餐厅吃了有4块鸡排吧，花了好像是3、4千的冰岛克朗，人民币真是200块。这一份10多块鸡排，2000多，2100吧冰岛克朗，100多，吃2顿。哇，这帐篷上面都已经有这个水蒸气了，帐篷里面温度上来了，外面的温度又下去了。滴个眼药水吧。里外都擦一擦。估计再过2天，眼睛就完全消肿了，里面起了几个脓包，眼睛里面，所以每天白天挺难受的。哎呀，行了，睡觉了，睡觉了，朋友们，大家晚安，下期再见。呜呼，鸡蛋怎么出来个头啊？
今天是4月4号了，在这个停车休息区待了2天，因为我带的吃的也够，旁边呢就是山泉水，水源也够，清理了一波食物，主要是带的太沉了。这2天全部都是大逆风，今天呢风稍微小了一点，也是逆风，准备把帐篷收拾起来，继续出发了，前往维克的黑沙滩。妖风，我已经看到黑沙滩的那个山了。这个上面是有一个山洞啊。残窟窿洞，哇，太晃了！哎呦，不要攻击我啊！一离开这个洞，这些海鸥它就不叫了，因为你侵占它的领地之后吧，海鸥呢也是比较凶猛的一种。哇！废弃了。这晚上在这地方扎帐篷，躲风又躲雨的。像极了一位垂暮的老人啊，背对着我们，面朝大海。这个黑沙滩，它前面被铁链锁起来了，不允许进入了，有可能是风大浪大，怕被卷到海里面。这风浪太大了，吹得脑瓜子嗡嗡的。
必须回到1号公路了，往前方维克方向继续前行。接下来要开始上坡。今天的这个逆风骑起来太痛苦了，前方还要再翻过这座山，翻过这座山之后呢，下去就是维克小镇。我一看这个山路，这个上坡这个陡度啊，达到了12度，太吓人了。加油，翻过这座山。这边也算是一个垭口，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哇！一会儿下到镇子里之后就有超市了，就买点水，买点吃的。现在腿有点干。小镇到了，我看到山顶上的那个红房子了。维克小镇是有一个露营地的，那我过来发现呢，这边它的冬天季节不对啊，都关闭了，场地是空的。Hello. You have coffee? We already closed, I'm so sorry. Clothes? Yeah, we closed Oh, between, you don't know things. this camping clothes? Yes, it is closed, but you can Can I show you on the map? Map. Look, here's Yeah. tent. Yes, but it's not open at the moment. So you can tent here, but there's no toilet, there's nothing. But you know, if you go here, Oh, this hotel. maybe if you call them, Oh. you can ask them if you can tent, because I know that for campers, for camper van, you can go there. Oh, I no need a shower, only tent. Okay. 他是给我推荐了一个地方，这个小哥推荐了在城市的另一端啊，那边有一个酒店，还挺贵的。但是呢，你可以在酒店的院子里面扎帐篷。但是我想着算了。这里有一个小板凳，直接把车推到草地上。这个草地太好了，哎呀！哇，这山太陡峭了。这是个露营地，冬天不开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住的啊，就是没有电，也没有洗澡，也没有水。我们现在附近找一个有水源的地方。刚刚我过来的时候，好像是看到了有个小瀑布啊，看一下这里啊，小瀑布，
水源找到了，露营的地方呢也找到了，旁边也是超市，刚好草地也平缓，地钉什么的也抗风。现在把帐篷扎起来，赶紧起锅烧油了，饿了，吃饭。哦，找一下修理包，我发现我的帐篷这里，雨改的穿洞这里啊，几十公分全坏了，那个大口子，我天，还有这些小口子，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这是，哇，这里还有，奇怪啊。这香瓜还挺甜的。刚刚我去打了3锅水，加1个水杯。今天晚上呢做硬菜，葱姜蒜辣椒八角花椒，白菜切的豆腐，还有腊肉。烧一锅开水备用。起锅烧油。花椒八角，爆香，再来点他们本地的腊肉，再来一点买的这个奶皮，豆瓣酱。上颜色，老抽，白菜帮子先往里面炒一炒，葱蒜干辣椒，搞里头，出香气，白菜叶子再放里面，提前烧好的那锅开水啊，搞里头，生抽。蚝油，再放一点点盐吧，因为那个腊肉就比较咸了。哦，再放一点老抽，搅和搅和，好。一块大豆腐，粉条，这一锅，今天明天够吃了。别上锅盖，开炖。再来切一点蒜末，开锅了，往上一撒，出锅，香喷喷的。哦呦，太香了！粉条也好了，吃个豆腐尝一尝。哇，汤汁都出油了。可以了，撒上我的小蒜末。哎呀，关火吃饭。美味佳肴，哇，
哇，太香了！帐篷里面悠闲着吃着这锅炖菜，打开我们的灯光，照亮了这一方小天地，这一颗世界很大。属于我的幸福呢，就是这一锅热腾腾的炖菜，独享此刻的宁静。开照。哇，这就是家乡的味道嘛！还剩了有半锅的菜，这样明天早上啊就可以热一下，直接吃掉了。睡袋的这个脚上面有一个小洞，刚刚有用那个帐篷补丁给它补了一下。外面已经开始下着毛毛细雨，起风了，电量还可以再撑2天。明天露营1天，后天去住宿了。睡觉了，大家晚安，明天再见。哎呦，好冷啊！昨天越吃越多，粉都吃的差不多了，今天又撒下了一把小菠菜。拿着这个垃圾，跑到对面的那个加油站，那边有个24小时的加油站是开着的。又买了2罐气罐，花了4090，4000。这个加油站昨天过来上厕所的时候啊，就看到有这个气罐了。今天走的时候买走正好。这个雨下的特别密集，出发了。一出发就是超强逆风，逆风当中还夹杂着细雨，像雾溪水一样。维克出来之后几公里，这块呢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全部都是黑沙滩，一眼望不到头。在这边拍照啊，就会很出片，游客也少，一种荒芜的孤独感。像在那个旅游的地方黑沙滩吧，那边除了游客，全部都是游客。看，就我一个人，茫茫荒野上没人啊。这不就可以独自享受黑沙时刻吗？火山的熔渣，黑沙滩。里面是有铁元素，拿吸铁石啊都可以把它吸起来。黑沙，顶峰骑行了还没有10公里呢，
太累了，天哪，蹬不动了。目标是37公里，路边呢会有一个公共的厕所，那边能打脸灯。全是黑沙，路两边，哇！穿越了，穿越了，穿越了。I wasn't sure if you needed help or anything. I wanted to stop and make sure. It's okay. Yeah. You're good though? You don't want to jump in for a little bit? Okay, alright. Well, I offer. Hey man. Yeah, so. Cool. That's awesome. Well, good luck, dude. I followed you. Good luck on your journey. Yeah. Bye. Bye.今天这恶劣天气啊，路上已经好几个人了，为我帮助啊，一切都是 OK 的。前方800米就是那个公共厕所休息区了，快到了，雨也停了。今天淋雨顶着逆风骑行了一天，现在风停雨停，一切回归了平静。快到了，快到了。休息500米，全都是龙岩苔藓地，龙岩地貌，有两边啊全是苔藓啊。WC CCTV WC。刚到地方，这大哥给了个披萨，鱼子酱。黑色的披萨配上黑色的沙滩，大哥走了，感谢好大哥，拜拜。这个厕所的门口上还有一个摄像头，所以这边是被监控的。我以为是免费上厕所的，他这边是要刷卡，400块上一次厕所，太贵了，这上厕所，400冰岛克朗，上一次厕所要花20块钱的人民币啊，20左右。在这里应该还有一个楼梯。哦，这地方不错呀，这地方不错。远方全都是苔藓地，苔藓这是龙岩地，下面是一个一个凸起的小石头。哦，有点像玛尼堆。今天的一天全都是这种大雾弥漫，现在又起了小风，一会儿还要下雨。这个厕所的话，估计也没法睡啊，里面都是被监控的。哎，啊，这边好像也有摄像头，但是啊，哦，有水，有水，有水。既然有水，还是可以喝的啊。那我们的水源有了，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这个地方铺一个防潮垫啊，把这清理一下，从这边拉上一层篷布盖住，这个地方不错。我计划呢把帐篷拿上去，拿到楼上，
从楼上扎个帐篷，在四周的话，在下面是可以挡风的。帐篷也都是湿的。在这样一个荒郊野岭，能碰到一个这种地方，已经是心满意足了。趁着雨还没下起来，赶紧把帐篷扎起来。又来了2个私家车上厕所的，那小哥一看要花钱，直接跑到那个荒野上面去上了。我把我所有的行李全部搬了上来，4个包，防潮垫也都弄好了。下面用这个绳子呀稍微绑了一下，也没打地钉。半夜起风应该问题不大。单车我就放在这个楼道的下面躲雨，头顶上还有一个摄像头。Hello。一般在这种荒郊野岭，全都是私家车开车的，包括大巴车，没有人会动我的单车的，所以放在下面也不用锁。嗨嗨，然后晚上就在上面睡觉了。行了，不过这里观景效果不错，如果要是夏天在这边，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啊，全都是火山平原。说下就下，还好我已经把帐篷扎好了。接着我这裤上，包括冲锋衣上面全都是水，防潮垫呢有一点潮乎乎的。哎呀，歇会儿吧。这个裤子给脱掉。哎呀，太狼狈了，全是湿的。这个放在后体，放在另一边。这袜子上1周一直没洗，这又穿了1周。15天了，确实不臭啊，不是很臭啊。明天住宿，充电的充电，洗澡的洗澡。今天晚上就不准备葱姜蒜炒菜了。这躺下之后啊，就累了。休息完之后，这是螺蛳粉，是我私藏了很久的小龙虾的这个。先把粉煮一煮，然后再把泡菜放到里面，简单煮个粉吧。来一口啊！哇，在这荒郊野岭吃上一碗螺蛳粉，哇，好辣呀！哦。再煎一个鸡蛋吧，感觉吃一个粉还吃不太饱。煎个鸡蛋，把鸡蛋盖在上面。1个鸡蛋，2个鸡蛋，这就行了。是，吃点吧，身上能热乎。今天淋一天雨吧，裤子、外套，还有这个大棉裤。这棉裤的话都是潮乎乎的，膝盖这边全湿了。这裤子已经不防雨了。这个毛衣的话，里面也有点湿。吃点能暖和暖和，恢复一下热量。哇，天天这么下食，真的整个人
感觉有点 emo 了都。哎，天天无太阳啊！哎，他这个要刷卡，400。哦，锁住。继续沿着1号公路前行。好多天没有见过这种笔直的树木了，这边水都是很清澈，太浅了，打到脚踝。除了周围的一些叫什么？都是一些小的植物，一些豆类啊。谁能想象到啊，这都是10年100年前火山爆发熔岩流过的地方呀！终于来到村子了，到了！但是我过来发现呢，它这边的营业时间是在11点半之后啊，到6点，所以现在是不开门的，还要再等上个半个小时左右。啊，这个超市就这么大，蔬菜呢选择的种类也少。哦，这个超市里面还不让拍啊。这买了这么几兜，有菜有肉，花了8000多的币了。全部都装好了，每个包都塞得满满登登。长期在这种，整个人一定会有一些精神上面的问题。我这走冰岛这么久了，多多少少状态也是被于环境啊、气候啊这些因素导致于身心疲惫啊，休息其实也休息不过来。又是一个小瀑布，西祖瀑布就在路边，这个瀑布的水量太小了，和我们看的塞里亚兰大瀑布还有斯科加大瀑布那是没法比的。很酷哎！这是哪里啊？哦，中国我走了3年，我已经骑了8年了。骑8年？8年走了10万公里。拜拜，继续前行了。今天的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200公里呢。计划这几天每天都要走一定的公里数，不然食物会不够。戴上帽子，这样一直淋雨骑下去啊，晚上身上也全是湿的，现在想找一个躲雨的地方不好找呀。哎呀，看对面有没有一种火山爆发的即视感？砰！哇！观景区域哦。哎，哦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Yeah. Are you on Instagram at all, or? I have YouTube. YouTube? Yeah. Oh, cool. Wait, who are you? I'll show you my name. Yeah. Hold on. Oh, cool. Yeah. You from America? Yeah. You're excellent humanity. This is just for a week traveling. This week. Yeah.
Whoa. Okay, that's it. Yeah. You have WhatsApp, Instagram, Facebook. Yeah, Facebook too. I can do it. 遇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小哥，他刚刚在这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们在这边一股是没有人啊，有缘分，要给我一包吃的啊。刚我们也加了联系方式。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You too. Yeah. Relax. Try to have a nice day. OK。我今天计划在这个附近找一个躲雨的。前方我看到有几个桥洞啊，那边我过去看一看吧。啊，这边是主路，这块呢应该是老路。哇，这个桥洞太棒了，不走了。再往前走的话，就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远方一望无际，茫茫黑沙滩，前方乌云密布，火山喷发。前后这几个桥洞我都看一圈，看看哪个最合适。全部已经弄好了，我用这种石块，刚好刨出来的这些铁片嘛，我给它顶到地里，刚好用大石头啊一圈给它压起来。因为它这个风呢是这么吹的，就这一块嘛，有好多雨水，前面是好的，周边石头压起来，晚上起风的话呢也不怕，因为这个墙吧还可以躲点风。自行车就放在这一块，拆了2个宝。里面垫了2个防潮垫，防潮垫下方还垫了一层缝布，这样的话隔脏。再来一口奶酒。我刚好这个门口对着1号公路，看着来往的车辆吧，也能最起码有点声音，有点动静，不然每天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啊，朋友们。再来一口。一会儿看看炒个青菜吧。感觉天黑的时间，哇，这雾气散了，这座山的原貌出来了。哇，好震撼呐！我天哪！远方雪山，太美了。现在这雨呢也停了。吃饱喝足，又是元气满满的一晚。我感觉还能再骑个30公里，就不骑了。能看到来往的这个车辆，心里面也能感觉到。就是有一些人间烟火气。如果是在这种黄秃秃的黑色沙漠上面，一个人没有，一个声音也没有，一个鸟叫也没有，整个人真的太抑郁了。还是帐篷里睡袋里暖和呀。哇，这个有点硌得慌，下面这石头硌屁股，躺下就好了。我去，我感觉整个人要吹飞了。哇嘞，完蛋了！
没用，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呀！哎！哦！哇！我操！啊，完了完了，这个帐篷要被吹飞了。哎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啊，我现在找不到出口在哪里。完了，别把我推到悬崖下面！哎呀，我天哪！啊！哎，我衣服！哎呦，我的衣服，我的所有的东西都吹没了。哎，这下完了，这下完了，这下完了！赶紧先把衣服穿上。哎，我感觉要完蛋。出去，哎，赶紧将它打开这个门，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哎，怎么跑这里来了？哇，又来了！哎呀，他是把我帐篷吹了一个360度。哦，我说嘞。哦，我天！我的妈！我操！整个帐篷吹烂了，盖都给我吹下来了。我操！我咋睡觉去？过来！找几个石头。天，压着它，把这个帐篷的盖都拆了，好冷啊！这样，帐篷的盖先拆了，大家看一下这些，全部吹飞了，自行车也吹倒了，我鞋呢？哎。鞋怎么是一只啊？太冷了，我天！鞋包在这儿。哎呦我天！这我在等这个风停啊，这边还有这种石头的缝，稍微能躲一点点风。知道还有一些东西，衣服那些有没有吹飞啊？我睡觉的时候是放在外面搭着的，现在也没法找了。
哎，我整个人都不敢动了，好像站起来抓着这个铁栏杆，吹的这个桥都咣咣响。哇，它一阵一阵的飓风，太恐怖了！我天哪！我赶紧跑到这个石头上面来吧，在这边能躲点风，在这里，这样我都四面八方躲风了。哎，天哪，太冷了！受不了了！哇，这风太强了！我赶紧跑过去再弄2个石头，再等上1个小时左右吧，天就快亮了。这边4、5点就会天亮。冰岛的白天时间也越来越长哦。但是这个风一直不停啊，还远方那个云，还有那个云彩，太吓人了。哇，奇怪，吹飞了。鸡蛋都吹没了。哎呀，再给它放个石头，放个小点。月亮都出来了，这风也是慢慢小下来了，好困呐。风停了，整个月亮全出来了，挂在天空中，像一个巨大的灯泡一样。哎呀，张鹏呀，你还好吗？太惨了，我的张鹏！我以为风停了，又来了，还是一阵一阵的。我把所有的铝杆呢全部拆下来了，但是我发现每一根铝杆都已经被吹弯了，吹折了。太困了，这大半夜的。这个是那个横梁杆，横梁杆的话也吹弯了。我把这个吹弯的杆放在这，杆应该吹不跑吧？先搬上去啊！先拿一部分出来。洋葱一块姜。所有的东西全部吹烂了。这屋里面
晨的4点05分，受不了了，赶紧睡会儿。又起风了，呜呜的这风。我现在我帐篷是透明的，它是灌风的，内帐。不会还能把我吹飞吧？被这个大风给我搞得头疼炸裂。又起了大风，太累了。差点没安全度过一晚呀！外面还是有风一直在呼呼的吹着，看这周边顶上左边右边刚好能挡一挡。哎呀，我准备起床了，所有的东西都得重新收拾啊。一会儿把睡袋还有防潮垫这些收起来。今天又是大风啊！你看昨天这些我放在这里的一排电器、书包这些装了一半。这个外帐啊，我不知道有几处破洞啊，基本上发现了有2、3处了，有大的有小的。然后内帐的话，底部基本上全部都坏掉了，可能又得换帐篷了。现在再往前走一走，我看看能不能找到昨天晚上吹跑的那些东西啊！什么都看不到，完了完了，都找不着了。任它风吹雨打，都不怕，继续前行。都收拾好了，咱们继续出发了。呀！出发 ，Go！ 每天都是黑色的沙漠。哇，对面的这个山有一点像龙门石窟啊！加油！吃饭。1500一罐的小罐啊，好多的零食。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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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开车时候路过你了，碰到了3位中国在英国的留学生啊，嘿嘿，打个招呼吧。真第二次。哦，第2次就这样。对对对，他是开车，然后看了我又回来，然后看，都来回都在路上看到我了。我买完了，好了，拜拜了啊，拜拜，祝你们玩得开心，再见。太
太爽了！今天骑车太爽了，看一下啊，每小时30公里这样一个速度骑行，1个小时我可以走30公里，15公里我只需要10来分钟。这个草地好舒服呀！哦。 我把外帐铺在这里啊，咱们来检查一下这个帐篷的损坏程度。先从后面开始看，看这边洞好几个啊，这样整体的看一圈啊，这里。 侧门也有个洞，然后最大的是这个，直接给它开裆了，我天哪！哎呀，我这帐篷是太可怜了，跟着我受罪了。这块全部是小洞，然后我给它铝杆穿起来，扎起来吧，先扎起来看看。后面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个铝杆。 它已经没办法再撑起来了。把地钉打满之后，2个它是往里憋的，往里夹的。看这边这个洞，旁边的话呢也有一个洞，这边也是洞，全是洞。这个大洞比较性感啊。咱们现在打开门，看这上面，这全是洞。从里面看一看之后啊。 就能知道破败成啥样了。这个门就不说了啊，看，这不就是劳斯莱斯星空顶吗？还有一个小天窗，还能看到外面的风景。后面已经成这样子了，顶部是这样子的，这。 下雨基本上就是疯狂滴水的，好在今天晚上呢是没有雨的。看还有这个，废啦，废了。这还残留了一个内帐的挂钩，这个也吹断了。吹断了之后，内帐它就少了一个挂点。今天晚上就只能将就睡了。 像这么多洞吧，补的话完全没必要了。补的话，所以说这个只能给它淘汰掉了。这个吹断了，吹断了呢还得缝起来，也不好缝。然后还有这个，这边是有一个的，那个头它是有2个的，只剩下这一个圈了，钩没了。然后这个呢也吹没了。 这个也吹断了，看里面，底部还算是，你看，这也全是洞，这应该都是被风吹的时候啊，在地上翻滚摩擦。哇，惨不忍睹啊！今天晚上没有雨啊，就将就睡吧。然后一圈。 这边打了3个地钉，那边打了3个地钉，拉了3个风绳，一圈打满了地钉。这再大的风也不怕了。上一次是大意了，大意失荆州啊！这回不能偷懒了，地钉得打好。冰岛这个风啊太强了，搬石头压住不管用，所以大家以后在户外露营一定要打地钉。为什么有地钉风绳？一定要去打，不然的话真的很危险。 今天晚上这边就是悬崖，看看能不能安全度过一晚。又被大风吹醒了。这个杆呢，它本身就坏掉了，我书包给它挡在这，给它稍微挤一下。现在咱们赶紧把睡袋这些装起来。今天是整个一个大的侧逆风啊，就是这么对着你吹的，骑车不好骑。 赶紧收拾东西往前走啊！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地下水沟。现在就是最后一个步骤，
把外帐的地钉风绳全部起开，拔开之后吧，一不留神，这帐篷就被吹到湖里面去了。感受到这个风力都有个5到6级。下面发现了一个桥洞，哦，但是它有水啊，高度也够，啊，有水啊。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那个行军床帐篷，可惜了，继续前行吧。的大平原，下面是一个农场，又发现了2个干的大铁桥洞。逆风天气，桥洞就是最好的躲风地方，太棒了！这里面是太爽了，躲风绝对没问题。这里还有一个，确实是一点风都没有。今天这个头痛了1天了，感觉是中风了，这个头部吹的应该是着凉了，好痛啊！拜拜。Thank you. Wow. Thank you. How long are you going? I going Hofen. Hofen? Yeah. And then back? The whole thing? Yeah. Wow, that's incredible. Yeah, my friend, he brought the bike from Denmark, but he didn't do the whole thing. He said, yeah, it's crazy. Yeah.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China. Oh, God bless you, bro. This is going to be a great trip. God bless you. Take care. Bye bye. 哎呀，这大哥又给我送了一瓶这个喝的，又压一个香蕉。Yeah, I want to get yours. You have? Yeah, I got a little one. I got some stuff I'm trying to post. What's your YouTube? So I can remember. Let me write it down. I show you my name. I don't have to serve this, but actually I do. 拜拜，拜拜拜拜。他过来关注。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Yeah. 专门来问我有没有这个做一些软件，又给我一桶泡面。今天吃的够了，这专门跑的又回来了，这对夫妻太有意思了啊！疯狂投喂啊，装不下了，晚上就把这个泡面吃了。为啥都开出去老远了，又跑回来了？哎呦我！这个桥洞不错，下面是干的，一点水都没有。看这个样子，这个地方也不会有水流了。洞口较小，躲风。这一出来啊，风特别大。歇会儿就准备收拾收拾了。今天这逆风顶了1天，一天才骑了30来公里，蹬不动啊。背上包还是继续走吧，这个洞里面无服务，一个信号都没有。再往前面走，因为今天吧，走着一路碰到的这种干旱的桥洞还是挺多的。
前面估计应该还有，我往前再走走。前方好像又是了水沟，到家了。3个水沟子，水全满了。看这头，全满了，全满了。这还不如上一个呢。全是水，没有一个挡风的地方。晚上睡觉，这个风啊会非常大，扎帐篷都很难受。过来也差不多有个2公里左右，再往前走它真没了。回去吧，还是那个桥洞，没网就没网吧，这也没招呀。最起码它风吹不着。看后面这个云，幸亏我过来的早，那块都在下雪啊。车子放在这里吧，这边它往上推的话好推一些，完全都已经被撞得变形了。帐篷的铝杆那个套，铝杆的套也被大风吹到海里了，都吹没了。一定要找多一点。这个石头好呀，这个石头它很圆，像个蛋一样。我过水泡一下，我感觉这个石头还不错。其实也算是火山它熔炼下来的，这个石头不错呀。其实主要是看它这个圆的形状，你看找个支架架起来，鸡蛋，要不要留下打包带走？不错啊。把床睡觉的弄好。哎，这就得劲儿。躺下来试试。哎呀，哎，这多好呀！一点风都没有，温度立马就上来了，还在地底下。水沟子就是暖和。再把第2个防潮垫铺上，哎，嘿嘿，完美了。然后咱们把驮包拿进来，留出这么1米的距离用来做饭，再把包摞起来。这里面真是太暖和了，看，1、2、3、4、5，等会把5个包摞起来。我把一个手机啊放在了洞口，洞口那边它是有2个信号，这样的话呢可以接收一下消息。一个驮包、手机支架、衣服直接顶在上面，这样把这边呢挡得严严实实。准备烧点水，把那个方便面煮了。一个人躺着睡觉肯定是没问题的，干点别的东西就干不了。起锅烧水煮面条。打上2个鸡蛋，然后再吃一点白菜，应该还有肉片。
找一下。方便面烤里头，鸡蛋也一块打里头。这个桶当垃圾吧，打2个。上面这一层不要了，上面全是沙。来，最后再来点方便面的调料，直接用它的吧。盖上锅盖，烧开锅焖一焖。哎。等它开锅就可以吃饭了。那个手机在外面，我不知道啥时候它会断网，断网了就麻烦了，出去一趟太麻烦了。我要规划一下明天的这个骑行路线，包括明天露营的地方。1天2天，差不多2天时间吧，就能到大城市，就可以进行下一波的补给了。住这个里面有点像青年旅社的那种太空舱，主要是躲风，温度吧还好。没有风，其实是不冷的，刚好生个小火，很舒服。这里面也不潮，我估计应该是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不走水了。开锅了，开锅了，哟，沸锅了。肉片、方便面都熟了，鸡蛋也熟了。把这个小桌子也打开。今天幸亏这个大哥大姐给了一包方便面，我的面条已经都没了，只剩下米了。这种露营的感觉就很好，没有风，很舒服，干啥吧都能沉得住气。以后可能要天天住下水道了，有的话就住吧，真挺不错的，又干净又不湿，躲风又保暖，还躲雨还躲雪，好，今天晚上能舒服睡一晚了，也不用担心被大风刮跑。外面呼呼大风啊，已经被吹开了，石头好像吹跑了几块。哇，这边也是一直往里灌风，应该是石头吹掉了。哎呀，看到了个大洞。哇！已经全部吹下来了！我的天哪，这风！哦！我说起来穿个衣服。每天都是在跟大风做抗争啊！吃的压在这儿。昨天压了这么多石头，全一股风。全吹下来了，看帐篷之前吹的这些，基本上全都散了。哇哇！哦呦，枕头不行，我得赶紧整整。哎哎。那
那边的那个洞口已经堵好了。今天早上起来搬石头堵风口，一直整整干到了现在下午1点钟。今天是8级大风，来回跑了好多趟啊！我人直接从路口上直接给我吹到这个坡底下来了，哇，这屁股给我摔的，站不住人，自行车根本就没法走啊！今天再躲一天风吧，准备把这些吹得零零散散的再收拾收拾。这个风太强了，现在已经到达10多级了。这头我也给它封起来了，下面也是摞满了石头，太吓人了。这个就是钻石沙滩了，哦，这个沙好柔软呀！看那个中间，这个旅游的地方吧，游客就很多，拍照啊什么的人都太多了。到了传说中的钻石沙滩，有一些冰啊，它很像钻石，看它在融化，可能掉了，有棱有角的啊。好神奇啊！Hello 啊！嘿嘿嘿。You came from China, right? From China, you have been right? 8 years. Yeah. Wow. Wow.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Yeah. Javi, dame una foto con 8 años, desde China. Este aquí delante. Where are you from?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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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了2个证件。马上要6点了，你看这个太阳，跟那个2、3点似的。白天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晚上9点都不天黑了。风平浪静之后，天鹅都在苍茫的草原上晒太阳了。一只大雁往南飞。哇哦！有的天鹅飞走，有的天鹅还在悠闲的泡澡。这就是有的胆子大，有的胆子小。前方的这些凸起的岩石啊，有一点像青海的土林。只不过它没有土林的深红色，眼睛所能看到的只有光秃秃的黄色。哇，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我的个天哪！大雁吗？还是老鹰啊？看这来往的车辆，见到都得躲着走。我把它给弄到路边吧。它应该是被大货车车速过快啊撞到了。哇，这还挺大的，这个是鸭子还是什么？哇，真是太可怜了。下辈子好投胎啊，不要在路边跑了啊。那我这放在这里了啊。哎呀，真是。
所以说这种在路上吧，意外就很多。哦，这两只大雁已经围着我转了好几圈了，一直在围着我转啊，等会儿还会再过来。你看，又来了，一直在围着我转，我天呐！哎呦呦，还有一只，它这两只大雁一直围着我转。好了，不要转了啊！山高路远，江湖再见。再往前骑行30公里左右就能到一个村镇，到达那边可以进行一波食物的补给。这应该是一个废弃的农场，就在路边，房子都已经没顶了，石头的都脱落了。这么窄的桥，来往的对向车辆一边走一边就得停。这些天啊，吃完食物，燃烧食物的糖分，燃烧食物的能量，全部燃烧完之后，后面的这段路基本上都是燃烧的。好在前方就不到达，刚好所有东西全部消耗殆尽。来到大超市了，有菜有肉。哇，看到极光了，朋友们！哇，我的天哪！哇！这是手机直录，没有任何的美颜滤镜。我天哪，太梦幻了！哇，今天在这里露营，整个星空，哇，这个太奇幻了，像一个巨大的，哇！竟然看到了彩色的，太美了！它在跳动，哇，它在跳动，哇，好强！啊，整个天空，全部都是。太美了！
安全度过一晚。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骑行冰岛，天气变幻无常。这几天穿越了大风大浪、狂风暴雨，终于来到了这个村庄，进行了一波补给。本来要计划在这个村庄里面住宿的，住一晚的价格属实不便宜啊，太贵了，所以就在这个营地扎了2厅的帐篷，花了5000的冰岛克朗。今天呢，我计划离开这个小村庄，往前面几户人家那边有一个小木房子，价格还算能接受，准备住宿2天，好好的休整一下。残破不堪的帐篷，在路上又经历了一次大风，把我的这个原本一个小洞吹成了这种大洞，全部吹烂了。所以晚上睡觉找不到躲风的地方，风向会往里贯穿，吹得我的头痛炸裂。后面的铝杆呢，我又用石头给它稍微砸了一下，摆正了一下，这样它不会往里瘪。残破不堪的帐篷跟着我是太惨了。That's impressive. Wow. Really great. My God. I admire you. Thank you. Have a nice trip.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大黄衣服，小黄鞋，这个自行车像坦克一样武装前行。刚刚又有一对夫妻在路上看到我了，给了我一个巧克力。躺在这片荒野上面，仿佛心脏跟大地连成了一块。抬头呢，一睁眼看着这个白云，飘呀飘呀飘，好自由啊！这一次我预定的这个小木屋呢，是在一个农家乐里面，有好几个小木屋，1000多一晚，订了2天的价格是2000多的人民币，在这个地方已经算是便宜的了。From China. Yeah. And you also make around the Iceland. Yes. Mexico? From No. China to here? Yeah. 1 year, 2 years, 3 years, 5 years. How many years? 8 years. 8? 8 years. 8? 8 is like this. Yes. 8. Can I make one video with you? Yeah. My wife is Instagrammer. No, just Instagram. I have YouTube. Yeah, me too. You? Oh, yes, okay, me too. okay. Can I make one little interview with you? Невероятная история. Третье лицо, он из Китая. You make this, yes. Why you travel? What do you want? Oh, it's my dream. US, Australia, Europe, yes. The freak. You're popular? You have so many seguidores? Yes. Yeah. Follow you so many? Wow, 1 million. Okay. Give them a mile. Call us. We are from Valencia. If you come into Spain, I want to maybe to go to Spain, pick up my Give your mobile mobile. and call me. When you come into Spain, call me. To Valencia. Maybe Ow. I photo you Facebook or Instagram. I haven't Whoa. in Valencia. Okay. Evening. Yes, Oh, so yeah. if you come to Valencia, let us know, okay? My name is Paul. Bye. Goodbye. Take care. Hey, Take care. take care. Ciao. Bye. 拜拜。刚刚遇到了这一家人啊，他也是拍这个油管啊，国外的一些社交媒体账号的。然后我们互相拍摄，留下了这样一个联系方式，邀请我去他们的国家玩。有机会去那边的话，也可以去找他们啊。这个农场就是我住宿的地方了，一共是3间小木屋，
房东呢，他是在后面的那个大房子住，也没看到人，一般是直接入住。哇，一出门，慌忙。哎，哦，它这个锁怎么是反的？看这个玻璃上的热气。哎，把门关上啊。它这边是客厅，有沙发，有电视。哦，厨房。哦，这个就是床。我觉得这个房间适合一家人出行，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个大床，它是2个卧室。啊，这还有一个，这应该是主卧。现在把行李搬进来，我要好好的洗洗澡，收拾收拾，充充电。还行啊。准备先煮个粥吧，煮个粥，喝点粥。我肚子里面现在是一点食物都没有了。我还有腌制的白菜帮子。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放了一点老抽进去，不知道腌的咋样了。今天早上的早饭不用自己的气罐的话就比较丰盛了啊。老干妈2张饼，这些鸡蛋中午也可以吃，路上也可以吃。剩的那个鳕鱼干、腌的咸菜。大米粥，吃饱喝足了就犯困，这休息吧就不想着动弹，继续睡觉了。已经连续好多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睡床真舒服了。我在这边做饭啊，遇到了一位德国的来骑行冰岛的，all the way from Germany， 耶！他在上海骑行了有3个月，然后呢，这次来冰岛也是骑行这几周的时间。我们就是在路边遇到了，我刚好在这边做完了排毒，刚做完，然后再过来品尝。OK， Thank you so much。呀，那是了，继续吃，再吃点。他吃完一个，然后又说一个好吃，看我。这是缘分，真的是缘分。因为今天晚上我计划在这个小屋睡觉，他呢要去前方那个超市进行一波补给。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man. Thank you so much. OK， 吃完再拿。啊，哎呀，这锅排骨
烧的是太美味了。1 hour, 2 hour. Yeah, I think it's 30 kilometers. 30 kilo. Yeah. Oh, yes. Oh, he is close. Last, yeah, open. Yes. Okay. Mhm. Getroffen. Der hat halb China mitgebracht. Hat für mich gekocht. Fein, schön chinesisch. Schweinerippchen. 哎呀，互相拍摄啊！旅途当中的故事就是这么奇幻奇妙。耶 ！Welcome to China traveling。哎呀，欢迎他去中国啊！他走了，他还要继续骑行的。前方30公里才会有开门的超市，10公里那个关门了，他应该都计划好了他的行程，然后就很有缘分嘛。我刚是做完排骨，他就来了，赞不绝口。中国美食还是好吃的啊！前方的路都是这种上下起伏坡，他的行李没有我多呀，也算是给他加油打气。这段路也是我要走的。看这海浪，远方大雾弥漫。打开这个门，把里面简单的布置一下，就这么1米来的宽度。这里还有个小桌子，一个防潮垫铺上，感觉差不多。它这边翻译的很有意思。这个房顶上不是有一只狗吗？他们这边说，请不要像狗一样在房顶上爬，不要水会损坏窗户啊！你可以随意使用这个小屋，还挺那个人性化的。所以今天晚上就在这里睡觉，准备把这里布置布置，一个温馨的小家马上就要诞生了。躺下试一下啊！哇！自行车就放在这个窗户旁边，从这边可以看到大海啊！我看到刚刚有退潮啊，这几个小时。把它关上，去海边看一看，能不能捡到一些贝壳什么的，晚上也可以煮一煮。哇，这怎么有一个大的这种铁块，好重啊！这赶海还能改出这个铁块来。海鲜没找着，啥也没有，全是海草，好干净，好干净。我看人家别人拍的那赶海，哎呀，什么大龙虾，哎呀，这有八爪鱼，大闸蟹，走一步全是。哎，我这找不着呢，这么好的海，走一步啥也没有，不是石头就是草。把露营灯也打上，放在这个位置，调亮一点。现在距离冰岛的第2大城市阿克雷里还有个300公里左右，预计4天到5天的时间到达那边。哇，太舒服了，跟住民宿一样。今天捡到这个小木屋，又给自己省下了1000块钱。明天呢得早点出发，争取5、6点吧就起来，吃点东西，继续往前走。这块它是个观景的小亭子呀，来往的游客会停车过来拍拍照呀，看看这个小木屋呀，所以咱们也不能待太久，不要待到大中午，影响太不好了。哎，这里有个挂钩，刚好把衣服挂在这。哎。Hier verrückten Biker aus China getroffen. Der hat halb China mitgebracht.
hat für mich gekocht. Hier, fein, schön chinesisch. Schweinerippchen vom Allerfeinsten. Guter Mann. High five. Bye bye. 每一个村子里面都有这种充气的蹦床，所有的小孩都在这边跳跳跳。连续很多天一直都在荒郊野外，这进入村庄啊，感觉一个村子的小孩全在这蹦床了，跟他们也蹦了一会儿啊。这蹦起来的感觉像那个失重一样，太舒服了。Hello， 前面还有一个游泳馆，我准备过去看看，洗个澡什么的。刚好也是这么多天没有洗澡了，咨询一下。哦。我一看这个泳池还挺好的，租了一个这个游泳的泳裤，但是呢，工作人员告诉我里面是不可以拍摄的，因为有好多人。但是里面的设施还挺好的，有这个温泉，有桑拿，还有那种滑梯，里面是不可以拍摄。一共是花了1800的冰岛克朗，不到100块钱人民币吧。我这准备进去洗澡了，这个里面就不可以拍了。泡泡温泉，洗洗澡。都有2体重了，这个是换衣服的，这是洗澡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那边的大澡堂子一样。66.1，等会儿衣服脱一脱看看多少。每一个柜子上面开着手牌，都是在门上的，拔下来把衣服放在里面，然后关上的，它是这样子的。头发都出油了，现在都脱掉了啊。62.2，125斤不到。顺便把相机也放在里面，然后我就去洗澡去了。洗澡蒸蒸桑拿。哎呀 ，OK。Hello。哎，找到同行了啊！雪山、湖泊，这也算是海，就这样一个码头，全是路亚。Today No. Next time is. Next time. Yes. Tomorr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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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oday is only today. Yeah, sorry. 里面看着有那个剪发的椅子、座子，但是都不开门啊。这冰岛人都不上班的吗？准备参观一下这个小镇的美术馆吧。啊，5月、6月，
只有这几个月开，1点到5点，什么都不开门，理发不开门，参观美术馆不开门，这破地方，啥不开门。再来一次，哎，看，那我来一个啊 ，again， 吼，哎呀，嘿嘿，哎呀 ，OK， 吼呀。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日子走那小朋友已经回家了，在这边有一个红色的书包，里面还装满了东西，不知道是谁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正在骑行欧洲冰岛，从荒野进入了村镇。我发现人还是离不开这个社会的，离不开这个群体的。离开了之后，时间久了也是很难生存下去。这些天呢，也是在各个村镇跟他们本地人啊也一块融入了一下。天气好的情况下，蓝天白云、雪山、湖泊、草地，他们本地人还是挺悠闲轻松的。那接下来的一个骑行计划呢，是前往冰岛的第2大城市阿克雷里，差不多是250公里。在此中间有一个村镇叫雷恰利兹，170公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补给站的，所以我在这个村镇呢，小洲超市买好了这3天的食物，一天骑行50来公里左右吧，3天就能到达，然后再进行下一波的补给，前往阿克雷里。现在准备出发，进入荒野。走了。蹬不动了，又上坡。现在不是说连人都没有了，是连个车都没有啊！这边冰岛东部、北部的雪都没化。全部都是冰川的融化水，冰冷刺骨啊！哇，洗把脸刚好也舒服。这大夏天的又见雪地了，哎呦，我去，太深了！哎！这3天就走到哪里睡到哪里了，
天气好的情况下，直接铺个防潮垫，直接就睡就行了。收拾东西，继续前行。这个夕阳透过山的缝隙，照在这些河流上面，金光闪闪。前方这个桥洞躲风躲雨，不过这边嘛，它是没有网的，无服务。那头包上面全是泥呀。哇！下来的时候没感觉到这么难推啊！我天哪！啊！我去！全部都已经收拾好了，太阳也出来了，接下来准备出发。今天就可以进入市区了。进入市区住宿，订了一个小民宿。哇，这几天真是，哇，啊，风停雨停，蓝天白云。再翻一座小山，进入市区里面，结束野人的生活。龙岩地貌，但是冷不丁看起来，这些景色跟西藏那边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黄秃秃的山，马路，哇，太像了，真的太像了。前方又要开始翻山了。中国人，这一路也是见了好多的一些中国人。看这山太陡了，但是翻过这座山就好了。我现在的这个相机的内存都已经拍满了，没办法再录像了。全满了。其实这种地方吧都很平坦，在坑子里面也躲风，但是它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标志，禁止房车过夜，禁止扎帐篷过夜，所以啊，都是不可以去露营扎帐篷的，只能去一些还要更荒的地方。继续爬山了，10度的陡坡，翻过这座坡就好了。温泉的地热都导致于这片山脉变成了黄秃秃的黄色，一股硫磺的味道，全是那种煮鸡蛋的臭味。看到很多的游客过去参观。后面的大平原全都是来时路，爬一半了。现在呢，就是往上推了，蹬不动。10度的坡对我来说，加上这个负重也是很陡的。加油加油！一点点慢慢上，始终会上顶的。上来了。可以骑了。下去这个坡，前方估计还有一个坡，累够呛，问题不大。
好暖和呀！下面没人游泳，在这泡一下也很舒服。哦。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陶参峰，正在骑行欧洲冰岛。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米湖附近啊。昨天晚上朋友直接开车过来找我来了。我们本来原计划是我骑行骑到阿克雷里，然后进行一波交接，因为我租了一辆车，就是这辆白色的小轿车啊。接下来呢还有个300多公里的一个行程，我准备开车自驾。自行车呢把它拆下来呢塞到这个包里，后面咱们就睡在车里，吃在车里。短暂的这么3、5天的自驾时光，也体验一下自驾冰岛嘛。先把4个驮包塞到后驾驶的座位上面，再把这个帐篷也塞到里面。本来说帐篷要丢掉的，还是带着吧，万一也能搭个篷布挡挡雨。确实塞不进去啊，那我把这个轮子给拆了吧。哎呀，这轮子都好久把拆都定住了，我去！好，把轮子给拆了，然后再往前放，试试啊。OK， 这样给它垫在上面。哎，这样的话它不会磕到人家这个车的下面。把雨刮器刷一刷啊。好了，请超车。看我这个速度是40迈到50迈之间，不敢跑太快。50迈了。前方这个城市就是阿克雷里了，开车的也多了，这也不知道该怎么停，也没有什么需要购买的，准备直接出发了。在这个小镇停下来休息一下，我是从荒野进入了冰岛的第2大城市阿克雷里，又从阿克雷里驶入了荒野，又从荒野来到了这个小村庄，这边人少。我发现骑行旅行跟开车自驾完全是2种旅行状态，非常不一样。像我骑行的时候，我是在大自然当中的，没有壳，没有保护，就一身冲锋衣，风直接刮在脸上，雨淋在头发上，浑身也都是湿透的。那个时候我甚至顾不太上景色是不是好看，每天脑子里面的想法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躲风躲雨的地方，晚上会不会漏雨，有没有大风，能不能安安稳稳的煮个东西吃口饱饭。每天的生活就是生存。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活生存能让我感觉到跟这个世界特别近。走在路上的脚步声啊，风的声音啊，帐篷外面的雨声啊，路上的一些动物的叫声啊，骑行在路上轮胎跟地面跟沙石摩擦的声音啊，这些都让我整个状态全开的，时刻保持警惕的。
哪怕是痛苦的吧，也算是活着的一种真实感。现在呢，把自行车收了起来，租了这辆小汽车，短暂的开车自驾，结束后面这200-300公里的行程。我所有的东西全部家当都在这辆私家车里面。开上车，速度一下子就上去了，有一种终于被保护起来的松懈感。我坐在车里面，打开空调，吹着暖风，放点音乐，听点歌曲，风雨呢也都在车窗外面，就是纯纯的去欣赏风景了。身体吧也没有了那种亲自去经历的那种感觉了，时间上呢也能更加的准确的去规划了，不像我之前在外面骑行，每天走到哪里上到哪里，现在我可以想一想，甚至这2天我还可以去到哪里。所以这些吧也让我意识到了冰岛的这段旅程呢快结束了。骑行了这2个月，我很清楚每天自己该干什么。骑行、露营、睡觉、吃饭，每天都闲不下来。现在呢，快到终点了，突然有种害怕失去目标的空白感。我还要继续吗？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这段旅程才是我人生当中最有方向感的一段？还有就是从荒野进入到城市，对我来说还是挺崩溃的，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人了嘛，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去沟通，怎么去插话。站在人堆里呢，也感觉到自己有点奇怪，生怕做点什么事情吧，怕影响到别人，包括他们的眼神我也不敢去看，老是怕去耽误别人，打扰到别人。像在荒野呢，在野外吧，规则就是这个环境，是风向，山的高低，是天气。它进入到城市里面就不一样了，规则是加油站红绿灯、厕所、停车场，所以这一切对我来说还是挺陌生的。我准备出发了。像冰岛呢，不管是骑行还是自驾，我也算是穿越了，也看了他们的天气、地貌、环境、房屋、人。我发现环境真的是可以塑造人的。像这么一个地方，地广人稀，高福利、高工资，他们好像什么都有了，他好像呢也没有什么非要做的了，反而这种人生的一些问题，我为什么还活？人生有什么意义？就会变得格外的明显。那我们直面这个问题呢，心中呢又没有一个答案，自然而然的吧，就会产生一些，就是很虚无嘛。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一些对抗虚无的方式。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可能是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某种压力吧。接下来继续前行了，再开个400米后，从环岛的2出口离开城镇了，限速70，再开1个多小时，2个小时吧，就可以停下找地方了。掉头向北方向。我平时在路上骑行的时候，都是别人给我东西吃嘛。我现在整点东西准备给他送过去。我没想到还有一个推脚踏车的，我去！给他一点这个坚果呀、糖果呀、香蕉呀这些，给他拿一点，苹果也给他一个，拿个袋子啊。3包这个坚果，他们一般老外都爱吃这个东西。
薯片，然后之前的一些地瓜干、方便面，一包这种粉丝，给他一瓶啤酒。我也没啥好东西给他了，不知道他要不要水啊？掉头找那个骑小推车的，因为刚刚车特别多，找不到地方停车，跑这个农场这个路口，我得找个路边打开双闪停车。这哥们儿很疯狂哦。等会儿的，后面还有车。Hello. Hi. Yeah. Water. Gas water. Okay, but I need to refill my bottle because Okay. now I can take it. It's too big for my small bag. Okay. Wait. Where are you from? Slovakia. I'm from China. China. My name is Tao. Michael. Mike, nice to meet you. Hi. Tent, No, sleep, I sleep only in sleep bag. sleep, When I found some place for camping. camping. Now I go on one gas station. What is close here? It's Mhm. I think 15 kilometers. 15 kilometers. And for me today it's finished. Wow, this car is very small. But never anybody trying go around with scooter. With a Oh. bicycle, many people go, but not scooter. I can refill a bit. Yeah. Be good. 哦，你没有水了，我天哪 ！You know water? No water, but that's. I hope that's in there when I'm on the station. I can refill there. But you help me now. Yeah. Stopping to me, but we have only some small talk. What I doing now here? That's also surprising how that's possible that I go on the scooter around. I try this. I look. Can you? Okay. Woo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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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Crazy, huh? Yeah, crazy man. You Iceland traveling how many days? Now today it's my 11th day. 11 day. And You want to go like Reykjavik. yeah. Okay. 哇，他这个小车很小啊，这太累了。Woo. You are a YouTuber or? Yeah, I have YouTube. You have Instagram, No, Facebook? Maybe after that I create some YouTube for more content for the Instagram. I want to you think use video. Yeah, I have thing. many shots Mhm. for the videos also from this. Yeah. After my trip, maybe I go a little bit drawing. Okay. Create. Okay. That's too much for me. Oh, what is this? Ah. I tried packing Oh. inside. There's also many food. Yeah. It's heavy. 看看他这个没多少了啊。 And Oh, it's drink. free- yeah. Okay. Nice. Sugar. When I have Mhm. free sugar for free energy, then it's fine. Hey. Hi. Welcome to China traveling. Yeah. Yeah. You know have gas or fire? Nothing. No. 哎，this is okay. 薯条啊，因为这哥们儿他没有火，没法做饭，所以这面条还有粉的话没办法做，只能搭一些坚果什么的。OK. Bye. 继续出发了。现在我感觉也成了别人的风景了。Go go go！ 我要寻找我的弱项。